我有梦梦，还躲那么远，你打我啊！好啊，不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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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对面猴子想要切我们，怎么一滴血再打还是一滴血，把他风筝收掉，就是我们这个被动。待会会教大家，这里对面有死亡角斗场锁住他，然后二技能控制把对面的这位卡芬尼先收掉，砸一个地图炮把迪拉克再收掉，做到1换2。把对面一下一技能控制，二技能再控制，哇，梦梦都不用，直接把他收掉啊！这里猴子又想切我们，又是被动刷起来。我们这里一技能先风筝他，二技能晕眩他，搭配队友把他直接反杀，又一个这个卡芬尼把他秒杀，分在草丛把对面猴子控制，直接秒了。那我教大家呢不用学费，可是呢，请在下方现在点个赞哦，大家，你的小小的点赞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支持，对，就是你哦，小兄弟。本节目没有人赞助播出。Hi everyone， 我是 Mad Team 的窝窝。这一次带来的是我们迪拉克新英雄的实战解说，马上做给大家看。那如果还没订阅窝窝频道的话，请先订阅，要不然的话呢，就失去一个叫你上 S 的方法。那如果你也玩过中路，或者是喜欢这个新英雄的资讯，请在下方点个赞。如果你是喜欢玩其他路、其他英雄，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窝窝你喜欢玩什么路、什么英雄。那窝窝的话呢，也会尽量出那个英雄的实战解说来给你看。上路集结，直接一技能控制对面的一下，把他人头收掉，再一个一技能，然后二技能，如果贴墙壁的话，是绝对不需要放第二遍的。它就会自动的放这个流星去打对面的这位绮罗小兄弟，把对面2位英雄直接拿下。那还有一个对面，哇，这个卡芬尼，我们直接二技能控制他，把他死神之右打出来之后，就搭配队友把他人头收掉。死神之右相当于其实1条命，这样的话呢，其实差不多就是把他一个保命，还有真正的1条命。直接就拿下了。那迪拉克这个英雄呢，他是可以很控制的。这里看到对面呢，我们想要去开启大招，把他血量消耗到去1格。值得注意的是，迪拉克这个英雄呢，有点在装备方面呢，吃装备的程度跟卡莉呢是有的去拼一拼的。这个英雄如果在前期的时候他的伤害不会说很夸张，大招打上去不会说哇一下就秒了，那反倒是他的控制在前期会相当的优异，比起很多英雄他的控制技能都是一绝的感觉了。这里我们二技能控制对面的卡芬尼，把他人头搭配队友收掉，然后猜一下对面残血的英雄到底在哪里。然后这里把兵线呢持续的整理看到 L 草我们中下方还是有集结，可是对面的一下这个时间点过来，直接蹲我们没所谓。这个就是我们迪拉克呢，其实需要带什么的召唤师技能呢？其实很多时候这个英雄如果没有瞬移的话，真的蛮难受的。他呢最怕就是呢对面切牌的角色，又或者是像这个一下的大招这样的去锁住他。有了瞬移之后，如果刚刚我们带的是疾走或者其他的召唤师技能，就会绝对被收掉了。这里对面呢2位英雄直接带着个炮车呢就要压我们的中路外塔，那我们直接二技能又控制，然后一技能，哇，对面的迪拉克这个时间点开启大招，我们回敬一个大招把你人头直接收掉，哇，这个距离这么的远还这么控制，让我想起以前在打王者荣耀 SS 的时候用的一个叫女娲的英雄，不过呢技能不完全一样。这里把对面的这位哇一下小兄弟直接控制他，这个英雄真的很控制。如果呢小兄弟想要用它来打辅助的话，这里先看这一波，哇，这个悟空想要收我们，反倒是被我们直接收掉。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英雄刚刚说到他的这个控制他要打我们，我们马上一个二技能先晕眩，然后一个一技能再把它推回去，就可以把它收掉。那当然，这个英雄如果你想要去刷新自己的一技能的话，你可以使用121这样去刷。
不过呢，这个就不像伊耿氏那个英雄了，你是有时候可能会要直接想要去先用2技能啊，先去控制也是可以的。这里呢又风筝对面的悟空小兄弟搭配队友把他人头收掉，所以看得这个英雄呢，其实看上去很容易切，其实不是我们刚刚已经原本就是残血了，然后呢极限一个压血反血的一个状态，把对面悟空收掉，就看得出来这个英雄不只是有他的一个大招地图炮的功用，它更多的功用呢其实是自己的1、2技能的技能控制。那如果大家想要更控的话呢，可以出一个冰杖这里看到对面在中路集结2技能打对面，我们死亡角斗场搅起来就不要浪费2技能下控制。对面的悟空又想切我们，不断的打我们。为什么我们刚刚会死不去？就是因为这个被动蓝条当做血量，悟空又被极限反杀了一波。这里就能够看到狄拉克这个英雄，如果是 A 牌以上的小兄弟呢，感觉上就会在第一天应该还能用应该还没有人变。这里是一个大招呼，把对面的一下直接收掉这么远的距离，然后还把对面这狄拉克打成1滴血量。那刚刚说到的 A 牌以上 ban pick 打排位的这个英雄，我觉得很大机会会被 ban 在之后，因为在中路的选择之上，这个英雄真的是蛮控制的。那这里对面悟空呢，直接想要切我们，那我们2技能又晕眩可惜小兄弟这个时间点没有过来，不过我们还是勉强跟他做了一个1换1那这里呢，我们持续的在中路呢整理这波兵线，然后看到对面这卡芬尼，一个1技能再2技能就把他收掉，逃都逃不了，4血弓要开也开不了，因为被控到这么的程度，直接就会被风筝而且蒸发。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英雄他其实除了他的控制以外，他的还有站桩型法师，很渴望的一个很能够免死有坦度的一个状态。那这里呢，一个1技能，然后2技能控制对面英雄，然后一个1技能不断的去整理兵线。对面的这个猴子又想切我们，我们马上先退，然后不断的用后面使用技能，再来一个大招把对面的这2位小兄弟直接收掉还做到一个1换3。这个英雄我觉得如果出，大家如果有多余的金币，真的是可以买这个英雄来用。它的这个实用性很高操作难度不高，再加上它的伤害很够。这里呢，尝试小兄弟们想要开启这个凯撒，那看到猴子直接过来的话，不啰嗦，直接闪现就逃了。这里呢就不该再去吃这个凯撒，叫这一下小兄弟马上先退。可是我们这里一个控制搭配我们勇的一个小兄弟的输出，把对面这个猴子直接就秒了然后呢，这里把兵线呢直接整理。这个时间点呢，其实是再把对面其中1位收掉的话呢，就可以去做一个凯撒，或者在凯撒区可以蹲一蹲。那中路呢，这个时间点集结起来，2技能刚刚说的控制，又把对面的1下收掉。那这里呢，对面拿了凯撒，想要压我们的这个中路的高地我们持续的去整理兵线。这个时间点呢，我们自家打野还没有复活尽量不要打起团战来，可以远程的消耗把对面呢直接先收掉对面1下，把他的这个宠物呢再收掉之后呢，再来一个2技能控制对面的狄拉克，把他收掉，还有一个这个绮罗，把对面直接1换4，不断的控，不断的输出，再加上这个英雄1、2技能的低冷却，使得他是一个在新版之中一出的话这里先把对面的这个卡芬尼又控制又收掉。这个英雄呢，绝对在新版一出的话
很容易就会被 ban， 而且是很推荐大家去练的一个英雄。那这里等待我们大招的 CD， 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可以直接开启大招，这个防御塔主堡的防御塔直接打不到我们，硬扛着塔，把对面主堡拆掉，赢得这场游戏胜利。感谢大家收看，我是 MyTeam 的窝窝。喜欢影片的话呢，别忘了订阅、点赞还有分享，这一把做到一个 MVP。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